寶貝，這個電影《監獄來的媽媽》這個後勁兒可太大了，這個電影的問題可太多了，中國的網友是越扒越有啊。你比如說这个電影是怎麼獲得中國司法部的監獄管理局的批文的，而且這個獲得了批文之後，這個在獄中服刑的殺人犯趙小紅是如何在沒出獄的情況下就參加了拍攝這個電影呢？而且他的名字還給改了。這個犯人在沒有服完刑之前，沒有這個剝奪政治權利期間，能改名字嗎？這個電影透着處處的違法，處處的詭異呀。比如說這個電影後邊的投資方啊，人家一查原來是 NGO 啊，這個資助的，還有什麼老牌的台灣的反共復國的組織。好家伙，有這些政治背景在後頭，這個電影啊，現在呢，網友啊突然發現這個勁兒太大了呀，因為中國司法部門的3位部長都被抓起來了。我們先來看看怎麼回事吧。這個電影號稱着啊是主打一個真實，連他影片中的這些演員都是這個女殺人犯兒子，還有她的婆婆。這個婆婆也是個奇葩，自己的兒子被媳婦給捅死了，她還出演了一部美化她的媳婦、醜化她那死去兒子的影片。這一家子這都是什麼人呢？而且這兒子還穿了個美國國旗。報告警官，罪犯廖紅赴命來到請指示，服刑10年了，你怎樣看待你的犯罪行為？1、2、3、4。邵正紅，我特別想感謝一個人。我自己出現一名罪犯，不管在任何絕望中，我自己從未放棄過我自己。這是你媽媽。阿姨，我就怕娃救我一生命。陆先生，不要讓娃在學校生。咱领導說出個身份嗎？你為什麼殺我？我的天塌不了。要是願意試一試的話，可以再來一遍。所有的姐妹們，如果能讓你在困境中得到溫暖和力量，那就是我拍這部電影最大的意義。抖音，這是導演發出來的預告片，勇敢上映啊，上映不了了。而且他們這個劇組在那個國外開的這個記者會，網友們越扒越覺得毛骨悚然呢。首先恭喜秦導帶着這部優秀的影片來到聖塞巴斯蒂安電影節，而且我還特別驚喜的在這個開幕的介紹裡面看到出品人之一是我非常喜歡的主持人汪涵先生。對，我的問題就是這個影片不管是孩子樂樂還是他的母親，就是這個紅她的這個悲劇嘛，因為10年的青春，而且紅她本身這個人物，我相信趙女士本身也是一個非常知書達理、溫文爾雅的這個很有才華的一個女性，就是因為
家庭暴力這個因素浪費了自己10年的青春和不能跟自己的孩子陪伴他從出生1歲成長，這個因素，家庭暴力的這個因素，秦導您是怎麼捕捉到的？其實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小紅跟我說，她有一些東西要表達，她覺得這個故事表達出來對於其他的女性特別有價值。我覺得在其實漫長的封建傳統中，這個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當然我覺得在中國的北方地區，其實這個現象還是比較嚴重的。所以這個問題某種意義上它有一個普世性的，大家都要去引起注意，而且去杜絕的這樣一個原因。如果這部電影能夠讓一些男性看到，其實我更希望這部電影不僅是小紅說的他跟一些女性朋友的分享，我其實希望很多的男性能夠把這部電影當做一面鏡子，去從中能夠有一個自我覺悟和自我的反思。对。我非常樂意讓世界各地的姐妹們來一起分享我們的這一部《監獄來的媽媽》這款電影，因為我是想讓有更多在困境中的女性朋友們在電影當中能得到溫暖、力量和堅韌。重要的幾句話，想說的是，咱們不管在世界各地的姐妹們，我希望你们在遇到困境的时候，看到我们的这部电影，从中能得到温暖、鼓励和支持力量。这就是我做这一部电影最大的意義了。最重要的幾句話，想說的是，咱們不管在世界各地的姐妹們，我希望你們在遇到困境的時候，看到我們的這部電影，從中能整個的全都是用謊言來醜化中國男性，抹黑中國的制度。汪涵說，我感謝你8輩祖宗，你還提到我了。汪涵這回也完了，相當於監獄外的人去參觀監獄，警鐘長鳴，讓他們以後人生要注意，不要犯錯誤。然後其中蕭紅就唱了一首歌，唱的也非常動人，就是他在台上完全是那麼一個我覺得光芒四射的歌手。然後下去我們聊天的時候呢，他也是非常情緒化，就是笑的也很爽朗，然後情緒也非常的動容，就是他是非常有情緒的感染力、表現力的一個人。我在問他的時候，我說你願不願意拍電影？他是非常爽快的就答應了。然後我去看了他的卷宗，我去了解了他的情況，我也跟其他文藝隊的人去聊天。所以在監獄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打算拍這部電影，並且在監獄之中展開了我們拍攝工作。對，然後這個片子一直伴隨着小紅的出獄成長，大概是從19年拍到21年的夏天，我們殺青。對，所以這個是整個一個大家能夠看到在片子中，小紅第一次見到孩子的時候，她是這樣摸孩子的頭，但是在火車上兩個人對話的時候，實際上兩個人基本上已經平齊的高度了，所以能夠看到孩子也不僅他內心有一個成長，像一個少年人，那麼其實他身高外形也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對，這個就是時間的力量。我們這部電影當中所拍攝的這個監獄，就是選景的這個真實的監獄，就是中國的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在立法的時候重點調研的幾所監獄之一，可能就是3所監獄之一。這裡面的有幾個經典的案例，在立法反家庭暴力法當中是作為裡面的非常重要的案例支持來選材的。裡面的那個其中的一個拍攝者，不是拍攝者，但是是我的一個採訪對象，我也跟他有深度的一個採訪。對，所以大家看到的這個片子中的這個監獄，其實是跟中國的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有很深刻的淵源關係。就是電影中的監獄，讓他很驚訝，因為一方面他看到就是升旗，還有唱國歌，唱歌很像軍事的那些行動啊，同時還有自由的一部分好像很就大家好像在裡面也有某一種程度的自由，比如說有女生化妝啊、唱歌、跳舞啊等等啊。他的問題是真的嗎？中國裡面的監獄的情形是這樣嗎？我們拍攝的部分是，尤其是在監獄部分的拍攝，
都是發生在監獄。我在我拍攝的這個監獄待了有4個多月的時間，專門去採風和觀察，去寫這個劇本。在監獄之中，大家看到的自由是因為充滿了很多的攝像頭，所以現代的監控的方法不需要按照過去的那麼多的獄警來執行監獄的這種對待犯人的方式，通過現代化所謂的這種现代化的這種監控的措施是可以完全實行。所以对，在這一點上是跟過去有所區別的。對，包括獄警的執法也會在這個監控的無所不在、沒有死角的監控的監督之下。是我們青島，他是走訪了很多監獄，然後也採訪了很多服刑人員，我是其中一個。然後採訪到我的時候，因為我也差不多刑期也做的差不多快結束了，然后虽然刑期做的快結束了，但是心裡還是有很多想表達的東西。剛好就是一個機會吧，我自己認為是一個機會。然後可能我平時給誰說這些事情的時候，沒有人會理解我，我覺得能理解的人很少。我想這麼表達出來，也許別人，我不知道大家看了這個電影之後會有什麼感想，但是這些裡頭都是我想表達的意思，我自己感覺也很委屈，也很憋屈。也想通過我的這些事情給可能需要幫助的人有一些幫助吧，不好意思。再有一點就是我也是一個喜歡唱歌、喜歡跳舞，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然後也喜歡表演，然後有這個機會，然後我就很開心的參與。然後雖然這個過程也很艱辛，我們走了很長的一段很艱辛的路程，但是今天坐在這裡，你們能坐在這裡跟我面對面說這個話，我感覺一切都值得。人不要臉，天下無敵呀！這個導演採訪了那麼多的女犯人，只有這個趙小紅，我演，我可以把我殺夫的這個瘡疤揭示在全世界的人民面前，別的人家都想家醜不可外揚這個自己的家屬、自己的這些親友們怎麼可能看到把自家的傷疤揭穿在所有人的面前心裡這個坎兒過不去只有人不要臉，天下無敵。趙小紅，我來。這個勁兒太大了，朋友們。你剛才聽導演說了嗎？他是2019年在監獄裡拍的，拿到拍攝許可證也可能更早，2017、2018都有可能，是吧？来，咱们就看看当时誰是司法部長吧。他們說這部電影得到了司法部的批准與支持，其實這句話說出來是有負面效果的，因為他們申請拍攝那段時間的司法部長全都抓起來了，而且還出現在反腐的電視專題片。這樣的事實更容易被認為電影方存在着事實上不合法運作的可能。當時是誰呀？3任部長一任是吳愛英，2005年到2017年擔任司法部部長，2017年落馬。她是女性的司法部長。這個片子有沒有可能是2017年獲得的拍攝許可呢？完全有可能，因為她是個女部長。那2018年到2020年是誰呀？傅政华就是這個姓郭的那個大騙子，天天念叨的那個傅政華那麼2020年到2023年是誰呀？叫唐一軍。還有一個關鍵人物叫劉志強，他呢是这个
上司就是这3位落马的部长。这个刘志强是副部长，2024年落马的，他是伺候了3任部长，是从2017年一直到现在落马，2024年落马。这个拍摄许可是不是经过他的手呢？不知道，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客觀的情況就是3位正部長1位副部長，這個電影把整個的中國司法部都給弄殘了。點個訂閱，咱們下集再聊。